到底什么是这双鞋最吸引我的地方？当然，除了它非常好的效能之外，它可以让我用180公分的身高可以见到世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增加自信心的地方。嗨，大家好，我是光头神童。今天呢，我们现在在大安森林公园。等一下呢，我们要来为大家开箱一款足够让我长到180公分的跑鞋。来吧，嗨，来喽！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款跑鞋。然后它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 N 的一个 logo。那在这个鞋面的这部分呢，它是 Fuel Trainer，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一款定位在训练的跑鞋。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底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 Fuel， 然后加上碳纤维这一款呢，其实它是 New Balance 最新的 Fuel 系列 Supercon Trainer。然后呢，这一款其实它的前足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厚，39 mini。好，那这个39 mini 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在 WA 的一个规范当中，整个底部呢，其实基本上是不能超过40 mini 的。那曾经也有因为有选手穿上这种超过40 mini 的鞋子，然后被取消资格。可是呢，它的大底这个地方其实是47 mini 哦，所以如果你要穿这款比赛的话，可能要注意你是否可能要参加 BQ。或者是要达标一些可能亚奥运的赛事，这个就要特别去注意，因为假设你真的达标了，可是因为你穿的鞋款不符合标准，然后因此而被取消这个赛事的资格，那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款其实它是被定位在是训练鞋的部分。那可能会有跑友会疑问说，为什么我要穿一款我不是可以比赛的鞋子，然后去做训练？其实这个概念啊，就跟我们去做突破极限一样是事情，就是说，可能像我们会去高地训练。然后透过高地训练的方式，然后来增加我们的含氧量。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透过鞋子的科技，来让我们的肌肉知道说，我是可以去承受这样子肌肉刺激的一个速度。其实我的身体加上科技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训练，慢慢的去刺激到我的肌肉、我的心肺，去达到那个状态？那所以其实这一款训练鞋其实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的训练的效益达到你想不到的一个状态。那大家知道，就是它这一款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哈。它这一款呢加入了一个 Energy Arc 中弧度碳板的设计，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做推进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往前的一个弧度，其实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在从推蹬期这样子的一个延展到推蹬末期的一个过程，可以更有效率的去做延伸。一般来说的跑鞋可能相对的它的底面，在鞋尖的这个地方会稍微的比较平，那稍微的比较平呢，可能相对推进的效果就不会这么的好。那它这款的设计是把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加上这个弧度，所以这个 Energy Arc 的这个部分呢，它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是可以让你在训练的时候更能够顺着你的跑步的惯性，让你的前进的效率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话不多说，我们等一下就来去试鞋吧，出发！嘿，跑回来喽。那我刚刚呢去大安森林公园啊，然后在红土上做了一些慢跑，然后也做了一些阶梯斜坡的一些冲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这双鞋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发现因为它的厚度相对的是比我们可能以前在比赛当中穿的可能相对的是比较厚的情况下，其实你不需要用太多的力量，就会有相同的回馈，然后可以很明显感受它的回弹的一个感觉。那我自己个人会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在穿这双鞋前可以多做一点，就是脚踝的弹性的训练啊，或是稳定的训练，因为相对的这个鞋子对于的刺激会比较高一点。那你透过这些一些脚踝跟强度的训练，你可以帮助你的稳定性变得更好，相对起来在驾驭这双鞋会变得更轻松。那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刚刚那个我的摄影师一直问我说，到底什么是这双鞋最吸引我的地方？当然除了它非常好的效能之外，重点就是它的时尚穿搭也是非常没问题的，而且它可以让我用180公分的身高可以见到世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增加自信心的地方。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家可能会好奇，就是说，像这样子的碳纤维的鞋子跟可能一般的跑鞋到底是差在什么地方？那其实就是我们用一般的跑鞋加上这个碳纤维的跑鞋去做一个比对的话，就可以发现
碳纤维的跑鞋在回弹的部分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再来就是它在这一款当中，它有做了一个 Energy Arts 科技的一个弧度，也会加速我们在跑步当中的一个效能。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设计当中包含了碳纤维的 FuelCell 的中底，其实整个搭配起来，相对你在推进力其实是会有更好的方向。大家一定想知道说，那我到底要去如何取得这双跑鞋？网路上 New Balance 的电商就有卖的。那再来，如果你想要到实体试穿的话，你可以到西门店、敦南店以及台中的直营店，那这些店都可以去做试穿。那如果觉得不错，那你就把它带回家吧。想跟我一样跑得轻巧又快吗？那就赶快订阅我们的影片，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跑步影片来准备给大家哦。大家下次见喽，大家拜拜。